这期影片为展示给你在使用 Canva 去制作 YouTube 影片缩图的时候非常实用的10大技巧，让你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操作就能够做出非常吸引观众的设计效果，让你的缩图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观众点击。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，随大记得订阅频道。这期影片有一些的 Canva 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，你可以使用影片下方链接去进入到这个网页里面，它能够让你去免费的试用30天的 Canva Pro。Canva Pro 能够让你去月付还有年付，年付它会更便宜一些。如果想要一直使用 Canva， 我是更推荐大家去使用年付计划的。现在我进入到了 Canva 界面里面了，我们首先需要创建一个 YouTube 缩图的尺寸。一般来说，在这里面它会有提前预设好一个 YouTube 缩图尺寸，或者是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建立设计，在这里面你可以点击搜寻，这里面也可以找到 YouTube 缩图的尺寸，它是1280像素乘以720像素。现在我打开了 YouTube 缩图的空白文档了。一般来说，在我设计缩图的时候，我都会上传一个我自己拍的照片，比如说是这张照片，但是我不想要使用它的背景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Canva 去替换本身照片的背景。我第一步需要首先去除掉这张照片的背景，我可以点击左上角的编辑照片，然后选择这个背景移除工具，这个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现在就可以看到我刚才照片的背景就被完全去除掉了，然后可以挪动它的四周去对它进行修剪，调整它的大小。比如说想把我人像去放到右边，就放到这里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替换成另外一个背景了。我可以首先给它加入一个纯色的背景，我可以点击这个后面的背景，然后左上角你可以添加背景的颜色，比如说可以添加一个黄色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变黄色了。或者是可以添加一个新的照片作为它的背景，我可以选择左边的照片选项，然后可以搜索居家办公室，比如说可以选择这张照片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右下角会有一个 Pro 皇冠的标志，也是说明你需要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这张照片的。这时候添加这张照片，我可以右击，然后选这个把图片设为背景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就变为背景了，然后可以把它变成模糊一些，这样就能够突出我这人像了。我可以选编辑照片，然后这里面有个模糊化，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有点模糊了，我也可以调整一下模糊强度，把它变得更模糊一些。现在就可以看到我这背景就往后退了，然后人像就出现出来了。如果说你想再更进一步，你想让这背景去包含你本身的品牌颜色，你可以首先选择元素，然后选择正方形形状，然后选择颜色，添加你的品牌颜色，比如说品牌颜色是蓝色或黄色，这时候我选黄色，然后把它拉大去布满这背景。这个时候我需要把它往后移，我可以选择位置，然后选这个往后，这个时候需要调节一下这黄色图形它的透明度，我可以选择这个透明度选项，把它调小一些，比如说调整到20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背景就带有一种黄色的感觉了，就有添加你的品牌色。在我们处理完背景之后，我们也是能够调整一下本身的人像的。我选择我人像，还是选择编辑照片，这个时候我选调整。现在 Canva 有个 AI 功能，就是它能够去自动调整这照片的颜色，然后可以让你选取要调整区域，比如说整张图片，或者说选择前景或者背景。这里面我就选择整张图片，然后可以尝试一下自动调整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数值都有一些变化了，比如说它帮我调亮亮度、对比度，还有亮部颜色、阴影颜色、白色，还添加一些明亮度。这个时候我可以再进行手动调整也是可以的，比如说想把亮度去调高一些，给它多添加一些白色，明亮度减小一些，这样就能够非常快速的去调整图像了。下一个技巧就是你可以给你的人像或者物体去添加一个外轮廓线，比如说我想给我这人像去添加一个外轮廓线，我还是选择编辑照片，这里面我选择阴影，这里面选择大网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添加一个黑色的外轮廓线了。我可以对它进行调节，我可以首先调节一下它的颜色，我想要变白色的，然后发现尺寸比较大，我把它调小一些，我不调节它的模糊程度，然后你可以调整它的角度，这个强度也是能够调整的。一般来说我都不做调整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底下会出现它的轮廓线，我需要把它隐藏住，所以把它放大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人像就多一圈外轮廓线了。下一个技巧就是你还可以对你的人像或者物体去添加阴影，还是对我这个人像，我可以给它添加个阴影，选择编辑照片，还是在效果选项底下选择阴影，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它添加个阴影选项，你可以看到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阴影了，然后可以对它进行调整，调节它尺寸，调节它的模糊程度，也可以调节一下它角度，
调节它距离，调整它颜色，调节它强度，然后对这个人像进行调整大小。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人像就添加了一层阴影了，整体会看来更加立体。还有一种方法让你的人像物体更加突出，那就是可以添加光晕。还是对我这个人像进行处理，选择编辑照片，选择阴影，这时候我们选择光晕，你也是能够调整这些参数，比如说调整它尺寸，调节它模糊程度，调节它角度，调整它距离，也可以调节它颜色还有强度。光晕和阴影在 Canva 里面的使用还是有点像的。假如说你想为你的人像去添加个外轮廓线，同时也要添加光晕，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。你可以复制这个人像，我右击选择复制，然后再右击贴上，现在就复制了一个人像了。然后选择编辑照片，选择阴影，这时候你首先需要选择光晕选项，因为你之前已经运用了光晕效果，然后需要选择无，这时候你可以发现光晕的效果就被去除了。然后你选择倒网，然后进行调整，调整它尺寸，调节它颜色，比如说变白色，然后强度还是保持100，调节它大小，然后挪动它的位置，挪到上面，然后调节一下，就可以看到我这人像既有一个外轮廓的效果，同时又有光晕的效果了。在继续展示更多 Canva 的使用技巧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期面的分享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感谢多多支持。接下来介绍一个技巧，让你光晕效果变得更强。比如现在我这个人像有一定的光晕效果了，但是我想增强这种效果，我可以使用元素选项，然后输入 glow 这个关键词，你就可以看到它会有很多光的效果。我选查看全部，比如说我选择这种效果，然后把它往后移，选择位置，选择往后，这个时候就在我人像后面了，然后调整它大小，就可以看到它就有个在我后面的一个光照效果了。我也可以把这一层的颜色把它调黑一些，就可以看到更清楚的光照效果了。或者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混合起来，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效果。还是一样把它往后移，就可以看到这样子就有个混合的光照效果了。也可以尝试调整它大小，比如说右边是金色的，左边是银色的，这样看起来就会有一种新的效果，并且你整张缩图都是有层次的。下一个使用 Canva 去做缩图的时候，你需要用到技巧就是你可以巧妙的使用它的元素栏。 Canva 的元素栏里面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元素，比如说我选了箭头选项，你可以看到会有非常多异样式的箭头，有形状式的箭头，你可以找到这么多类型的形状箭头，或者是这些图像的箭头，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，你都是能够选择的。比如说选了这个箭头，把它调整一下大小，我还可以旋转角度，我甚至能够更改它颜色，比如说变黄色。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在元素栏里面去添加其他元素，比如说可以搜索 YouTube， 这里就可以找到很多 YouTube 的标志，这样我就能够让我箭头去指向 YouTube 这标志了。在这底下你可以找到很多其他元素的集合，这都是有主题选项的。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个组合，这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主题相关的所有元素。在元素栏里面你还可以使用到边框这个选项，你可以往下滑，然后找到边框这个选项，然后选查看全部。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设计缩图的时候都有这种电脑手机的样机展示，在 Canva 里面你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做出那样的效果的。比如说我选了这个笔记本电脑，然后可以快速的去拖入一张图片，比如说这张图片，你就可以看到我这张图片就被嵌入到这个电脑模型里面了，然后可以调整它的大小，比如说放到我缩图这里，就能快速的制作出这样的效果。还有其他边框形式，比如说有这种圆形的形式，或者是相框的形式，还有这种字母的形式，这些都是能够让你直接拖入的。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字母 X， 然后可以拖入任何的照片，你可以看到我的照片就被嵌入到这边框里面了，就能够制作出这样的效果。这里面所有的边框你都是能够这样子去嵌入照片的。下一个制作缩图技巧就是，如果你是使用纯色的背景，你如何快速的去提高它的质感。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了一个蓝色的纯色背景，我想要提升一下它的质感，我可以选择背景选项，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材质，然后选择查看全部，这里面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关于材质的背景了。比如说可以选这个材质，现在它就有一个这样的材质了，因为它做我的背景了，所以需要调整一下。我选元素，然后选形状，这时候使用蓝色，然后把这图形变大，去覆盖到我整个背景，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不透明度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这本身的蓝色背景就有一种质感的感觉了，这会比你专门使用纯色的背景来的效果更好。这样的背景会让你画面有更多层次感。下一个使用技巧就是你可以使用 Canva 的文字效果。我可以先添加个文字，当我选择文字选项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底下会有很多字形的搭配，你是可以使用这样的搭配的。比如说可以使用这个效果，它是3排文字合在一起的，
并且它是一个群组，你可以选择取消群组，然后删除掉你不需要用到文字。这时候你可以修改一下这文字信息了，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它大小，这时候就可以让你的文字有个这样的效果了。然后你不喜欢蓝色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调整颜色，你可以把它变蓝色也是可以的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新增文字方块，这就让你从头开始去创建个文字了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左边去调整一下字形，这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字形，然后这里面也可以调整字形尺寸，调整字形颜色，然后可以给它加粗。这里面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文字的效果，比如说你可以给文字加入阴影，这个时候有些参数你可以调整，比如说它偏移方向、模糊化、透明度，还有文字阴影颜色也是能够调整的。除了阴影之外，你可以加入模糊阴影，或者是空心的形式、出鞘的形式、外框的形式、双重阴影的形式、色阶分离的形式、霓虹灯的形式，也可以给你的文字去加入个背景。现在就可以看到文字就有个背景了，我会给它调整一些颜色，比如说调整成红色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文字背后有一个红色的背景，然后可以对它进行调整，比如说不想让它变成圆弧的，扩张度调小一些，也可以调整一下透明度，或者是你可以调整成弯曲的文字，然后可以调整它的弯曲程度。现在你可以看到我这文字不仅会有一个红色的背景，同时它是一个弯曲的文字，这样子就会让你文字有个很丰富的效果了。Canva 真的是非常好用的设计工具，我会把 Canva 免费的注册链接放到影片下方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教程，你可以看这播放列表。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内容，追踪 IG 能够有更多互动。那么下期片再见，拜拜。